欢迎来到小小炊烟，我们今天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做皮蛋豆腐。在家招待朋友，用这一道冷盘就能够技压全场。做凉菜最好用嫩豆腐，嫩豆腐比老豆腐切出来的截面更加平滑，而且嫩豆腐的口感跟皮蛋也相得益彰。打开之后将里面的水倒掉，把豆腐取出来之后立在案板上。今天的这道菜我们会摆出6只金鱼的造型，所以要把豆腐切成6块。嫩豆腐非常容易碎，切的时候要非常小心，而且要随时看着豆腐侧面刀口的轨迹，不要切歪了。切好之后的豆腐均匀绕着盘子摆放1周。接下来处理皮蛋，这道菜总共要用到差不多5个皮蛋，有3个皮蛋一切为2，做出6只金鱼的身子，还有2个皮蛋用来做金鱼的尾巴。这是全部剥好的皮蛋，这次我买的皮蛋有的是黄色，有的是黑色，搭配起来也更像金鱼。仔细看会发现表面有一些像松花一样的纹路，所以皮蛋又叫松花蛋。切皮蛋的时候有一个小诀窍，皮蛋很容易粘刀，如果直接切的话，皮蛋的蛋黄会沾得到处都是，很不美观。切皮蛋之前在刀刃上沾一些水，就可以很好的避免这个问题。注意每切一刀之前都要沾水。切好的皮蛋依次摆放在豆腐上面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制作金鱼的尾巴，还是切好的半个皮蛋，将蛋黄和蛋清分离。制作金鱼尾巴需要蛋清，所以剥离的时候要注意尽量保持蛋清的完整性。将蛋清切成条，切的时候要注意有一些弧度，这样才能做出金鱼尾巴灵动的效果。下面就可以将蛋清一条一条的摆在豆腐上面，做成金鱼的尾巴了。摆的时候也要注意长的在中间，短的在旁边。下面我们来调一个料汁，葱花里面加1汤匙的白糖，3汤匙的生抽，1汤匙的香油。如果喜欢一点微辣的口味，还可以加1勺剁椒，将调料搅拌均匀。将这样的一碟料汁放在6只金鱼中间，再在金鱼之间摆上一些香菜作为点缀，就像是池塘里面的水草。最后别忘了金鱼的眼睛，有的人在这一步会用黑豆来做，但是这道菜里面我为了保证每种食材都是可以直接吃的，所以我用的是珍珠奶茶里面的黑珍珠。超市里面可以买到干的黑珍珠，开水煮熟就可以了。就这样，一道美不胜收的金鱼皮蛋豆腐就做好了。下次朋友来家做客的时候，你也试一下吧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就帮我点个赞吧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喜欢我的视频就马上订阅吧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精彩内容哦。